当车轮冲破云海的那一瞬间，我仿佛误入了神明遗落的后花园。在夏威夷贸易岛哈雷阿卡拉的巅峰，夕阳如烈火般燃尽在璀璨的云浪之中。那一刻，你分不清这里究竟是夏威夷的火山，还是触手可及的天堂。大家好，我是帅弟。可能许多朋友们觉得夏威夷就是阳光、沙滩和比基尼，对吧？但实际上，兄弟们看看我现在的窗外，这里哪是夏威夷啊？这里简直是《西游记》里面的天宫，或者是哪个修仙大佬在渡劫。我现在正在开着车，打算去贸易岛最著名的哈雷阿卡拉火山看山顶的日落。但你们瞅瞅这能见度，10米开外人畜不分。说实话，我心里现在慌的一批。这大雾跟泼了牛奶一样的，我严重怀疑一会儿开到山顶，除了大白浓雾，连根毛都看不到。不过还好，开了一会儿，开到半山腰的这个游客中心，天稍微就晴了一点。游客中心里面主要可以买点购物品呀，还有看看一些指南呀之类的。我还专门问了工作人员，说我们会不会到山顶看不到日落？他说有这种可能性，主要还是看山顶的情况。没想到开着开着，突然发现天越来越晴了。这绝对就是现实版的守得云开见明月。刚刚还在地狱模式，现在直接切换到了天堂模式。估计这波看日落应该是稳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冲出了云雾的重围，但是趁着还没到山顶的时间，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座大火山。我们脚下的这座哈雷阿卡拉火山，用当地夏威夷人的话说，那就是神圣般的存在。这里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当地传说，因为夏威夷人信奉火山女神佩莱，当地老居民会警告你，千万不要偷偷捡这里的火山石带回家当纪念品。传说谁要是偷了佩莱女神的石头，就会被诅咒，直到你把石头邮寄回夏威夷才能解咒。所以听说岛上的邮局每年都能收到成千上百个从全世界寄回来的包裹，里面全是被诅咒的顶不住的游客寄回来的火山碎石。所以来这里旅游的兄弟姐妹们，饱饱眼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手欠。刚刚我们开车开了一会儿，本来是大阴天大雾天，现在突然到山顶之后，这个天气放晴了。我们现在去这条徒步路线往下面走，然后等我看看运气好能不能看到这个落日云海。我们走。因为去山顶的途中其实有许多宝藏小景点，所以我们特意下来走了一段，看看我们这段路能不能看到什么好看的风景。这边好像是个半山腰的观景台吧，眼前的风景跟我以前去国内黄山看到的有点像，那种云雾的感觉。在这里稍微吼一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可能是今天雾气比较大的原因吧，眼前看到的全是一片的云海。如果我们在天气比较晴朗的情况下来的话，估计看到的是一片红黑色的火山岩。这个景点也是比较小的，走路走个20分钟拍几张照片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继续开车往山顶走。当我们看到眼前有几个白色的天文台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已经离山顶很近了。去山顶之前，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备用停车场，这里有洗手间，强烈建议大家在这里休息好。不过这个观景台这块风景确实也是不错的，可以看到整个火山石，远处还有一些细小的徒步路线，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这里徒步。而且这边的徒步路线明显是比前面我们去的更长更深。我感觉我们现在目前的高度已经接近于3000米了吧，因为整个火山山顶的高度就是3055米。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从海底的火山根基算起的，所以它的总高度其实加起来超过了2万多英尺，是名副其实的深海巨兽，比世界最高山喜马拉雅山都要高。现在看完这个大停车场这块停车台，我们就准备去山顶的停车处了。山顶的停车处因为停车位比较有限，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提前1个半小时就在这里待着，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停在前面的停车场，然后走上来。山顶这块也有许多观景台，远处还可以看到一些天文台，但是天文台不对外开放。不过来到夏威夷，我其实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毕竟整个夏威夷群岛就是由火山喷发堆叠起来的。在数百万年的岁月里，夏威夷经过无数次地心熔岩的喷发，层层堆叠，才在太平洋中心拔地而起。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片像巨型陨石坑一样的壮丽山谷，其实不仅仅是喷发形成的，更是千百年来风雨侵蚀，硬生生的在大地表皮上雕刻出来的神迹。在夏威夷语中，哈雷阿卡拉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屋。当地传说半神毛衣为了让妈妈晒干衣服，
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耕作，就是站在这座山顶，用绳子套住了太阳，逼着它走慢一点。所以这里自古以来都是离太阳最近、最神圣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也快慢慢的下山了，可以看到阳光已经从之前的白色转为了金色。山顶这边也聚集了许多人，提前在这里选好了位置，慢慢的欣赏日落。大家好，帅弟，现在刚在车上睡了1个小时觉，基本上已经等到了落日时间了。现在这个人特别多，建议大家提前来，不然停车位都找不到，要走上来。我身后就是一个夕阳下的云海，风景是非常的美，那边还有个天文台。这个景点我感觉是整个夏威夷贸易岛非常值得来的一个景点。当真正站在这片海拔3000多米的山顶时，所有的等待和寒冷瞬间被眼前的画面治愈了。你们看，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准确复刻的极限置景。落日融金，暮云合璧，太阳就像一团燃烧的烈火，把漫天翻滚的云海烫成了炽热的橘红色。云浪在脚下奔涌，天际线被分割成了粉蓝与金黄的渐变色。这一刻，你会觉得人类真的很渺小，而大自然是一位不经意间挥洒墨汁，却创造了绝世画卷的顶级艺术家。不过，浪漫归浪漫，山顶是真 TM 冷啊！夏威夷的海滩有多热，这里的风就有多刺骨，大家一定要带羽绒服，带厚外套，别学那些穿短裤上来的哥们儿，现在一个个冻得跟孙子一样，在风里打哆嗦呢。因为在山上看日落的时候实在是又冷又饿，所以现在着急下山吃晚饭，就没有在山上看星空。如果大家不着急走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再等一会儿看看夜晚的星空，因为当最后一抹晚霞散去的时候，这场大戏的下半场星空才刚刚的开始。由于这里没有一点点城市的光污染，一抬头整条璀璨的银河就像一条缀满碎钻的薄纱，那些星星亮得不真实，仿佛你一双手就能摘下几颗塞进兜里。在这里看星空，我们就会有一种灵魂被洗涤的寂静感。别的风景我们现在也看完了，不过下山的时候基本上天也都快全黑了。火山的山路不仅没有路灯，而且还有9曲18弯，再加上可能会再次遇到大雾，所以开车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控制车速，安全第一。这趟夏威夷贸易岛哈雷阿卡拉火山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喜欢这种沉浸式自榨干货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投币一条龙。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